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30日上午的9点5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啊，道指呢在昨天出现了一个1%的上涨啊，那这个上涨呢，我认为依然处在一个8件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行情在12月15日这一天，道指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件阴线，然后8件阴线后面所有的 K 线呢，我认为都是一组干扰性的 K 线啊。这组干扰性的 K 线呢，始终在8件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认为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出现，会让道指回到32000点啊。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有这样的预期之后，我们看周线级别，那周线级别和日线级别类似的是啊，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和8件阴线组。那么接下来周线级别上容易走出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让道指回到它的下跌通道当中。我们看到啊，本轮行情它的起涨位置是28660点啊，这个低点出现之后，道指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周线级别反弹过程当中，有悟空阳线、8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组。唐僧阳线组出现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啊，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出现日线级别到周线级别的下跌。那么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下跌，回到下跌通道当中啊，容易出现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轮下跌。所以说呢，虽然比特币现在已经跌了77%，但是我们目前看到道指仅下跌了啊，从它的最高点呢到最低点啊，仅下跌了11%左右。所以呢，我认为道指是悬在我们数字货币市场当中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达摩斯之剑就是一直悬在我们头顶上的一个危险的东西。这个道指呢，如果不出现极度下跌的过程，那我认为比特币仍然处在一个震荡的行情当中。如果道指最终崩盘的话啊，那一定会引发比特币进一步的大幅的下跌。回到比特币的 K 线系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比特币目前始终处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啊。这轮震荡呢，我们始终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呢，就是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啊，这两个均线相互粘合形成的在17000点啊这个位置上的压力。所以呢，我最近一直给出在17000点你要有一个空单，并且呢，本轮行情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观察到形成44等位置波谷之后，没有出现一个新的低点。这个震荡过程完成之后，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反弹啊，到达18300点之后遇阻回落。那18300点呢是9月份。我们看9月份4小时级别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18300形成了一个压力啊，所以呢，在15号当天我说在 YouTube 频道和 VIP 群说这个18300应该布局一个空单啊，然后一路回锁下来之后，我们看到日线级别日线级别底部的这个区域上形成了4次的位于16000美金的等位置波谷这个波谷位置是在16000美金虽然我们经历了大概10天左右的一个震荡但是这个4次等位置波谷的这个结构呢依然存在。有了这个结构之后呢，我们根据江恩的等位置波谷法则，容易出现新低所以呢，这个位置还是容易继续下行。只要美股出现下行动作比特币一定会跟随，最终呢，我认为会跌破16000点跌破16000点之后，行情会有个加速的过程这个加速呢，指的是加速下跌为什么说它可能会加速下跌呢？我们看11月7日这一周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然后后面所有的 K 线呢，我认为都是围绕周线级别悟空阴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这些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在周线级别就容易走出8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本轮的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到达我们目标点位
10500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本轮行情它的一个下跌过程是以跌破19000美金这个平台为起始的。为起始位置的。那这个平台的跌破，我们在周线级别看啊，它非常简单的就跌破了。但是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通过划分波谷看到这个位置上出现了4次的位于19000美金的等位置波谷。所以呢，同样的规律啊，依然可以应用到当前的行情当中啊。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了位于16000点的4次等位置波谷已经出现啊，这就有机会让比特币的价格随之下来。那么行情当中怎样布局呢？我前面一直反复的说，怎么样布局你的仓位呢？那是找到合理的位置之后布局你的仓位。那么第一个仓位呢，我之前说了，在17000点这个位置上有空单。那第二个仓位呢，我们要看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线啊，就是9月份波峰连线构成的位于17800点这个压力线。这个压力线呢是不断下降的不断下跌过来的之前是给出了18300，然后是18000然后是17800缓慢的下降这个压力位你清楚了之后，再往上的一个压力位那就是19000美金这个19000美金就是4次等位置波谷这个位置4次等位置波谷形成的一个压力线。那这个位置呢是非常不容易到达的，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呢？要有一个仓位准备有一个准备金在这里面，提防它打到这个位置之后回落那么当前行情处在非常弱势的情况所以呢在17000美金你应该是有一个仓位的这个仓位可以小一点，可以是一个观察仓为什么要有观察仓呢？就是你要和行情起到非常密切的联系。怎样和行情发生联系、发生关系呢？就是要有一定的仓位去介入到这个下跌的趋势当中介入到这个下跌的行情当中。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目前它相对于比特币的交易对处在一个下跌趋势，但是这个下跌趋势呢非常震荡原因就是上方它存在一个4小时级别144均线在这里面压制着，所以呢这个位置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不容易出现反弹，并且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巨大的阴线是在9月份出现的。9月份出现这个巨大的悟空阴线之后，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容易出现八剑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那么当前所有的震荡呢都在这个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这些震荡呢干扰了我们对行情下跌趋势的判断，所以呢叫妖怪 K 线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可能会出现周线级别下跌，走出这个平行于4到6月份的这个结构。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以太坊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上连续出现了一个震荡之前我们判断焦点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在21号焦点的这个位置相当于黑洞，容易把价格吸引下来但是这个位置上它以横带跌的通过了焦点位通过焦点位之后，我们认为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一样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一个位置，所以呢目前还没有度过危险期。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11月8日这一天出现了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然后是八剑阴线后面所有的震荡呢也是干扰性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那所以呢如果跌破1100美金之后，行情可能会出现一个加速的下跌，并且这个加速下跌呢可能会平行于4到6月份的这一轮下跌这个打到周线呢就会看得非常明显这个位置呢容易出现一个跌破1100美金之后的一个加速的下跌目标点位呢我们给出来了是260美金，也就是以太坊最多跌95%这个跌95%的这个数据呢是历史行情当中给出的，是18年以太坊最大跌95%，比特币最大跌85%，所以呢目前这个260这个目标位没变但是时间拉长了原因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达摩斯之利剑呢，美股最近出现了一轮反弹，但是它的反弹强势的周线级别反弹并没有带动比特币走出周线级别的反弹，比特币仍然处在一个弱势那如果美股出现下跌比特币和以太坊都会跟着急速往下走。
根据我们目前的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多空数据当前行情我们可以看到，空头数量几乎占到市场当中的99%。那么今天市场当中只有4个非常不入流的币种这里面有一个国产 ANT 小蚁币种算是还是大家都清楚的，其他几个币种呢，大家很多都不知道所以呢，目前整个市场呢都处在一个下跌的区域当中，包括我们之前给出的反弹比较好的 Luna C 这些币种Mask 这些币种之前有过好的反弹大多数都是在比特币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这些被市场资金追捧的币种像 Luna C 呢，它是这个浪子回头币归零之后，它的反弹过程受很多人关注，受资金关注比较强都走出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构。但是呢，目前正在出现下跌。同时呢，我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就给出了对于 Luna C 你要适度的减仓减仓之后呢，耐心等待机会它的一个减仓动作呢是在15分钟级别5分钟均线和10日均线15分钟级别的5日均线和10日均线纷纷跌落跌破了144均线和169日均线，也就是这个黄色线和绿色线跌破之后呢，我认为你要减仓。那么目前来看15分钟级别在这个短线的时间级别上，5日均线和10日均线要对这个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进行一定的缠绕。那么什么时间对它的多头进行介入呢我们可以看历史 K 线历史 K 线当中，我们在12月22号这一天进场了 Luna C 进场的原因就是这个操纵线突破了观察线，操纵线呢就是5日均线和10日均线观察线也非常简单，就是144均线和169均线5日10日突破了144、169之后介入行情当中。那么现在已经跌落下来，然后它又有机会向上走，但是呢，我们要耐心等一等等这个均线系统有所粘合之后也就是这两组5日10日和144、169这两组均线发生一定的粘合之后并且突破了144、169之后才可以介入还是要耐心等一等这样的机会。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它的上涨阶段的发展是要不断切换时间级别的。首先我们看到的是15分钟级别发生突破突破之后切换到小线级别发生突破的点位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再度切换到4小时级别然后这个价格又上升了一段，然后呢切换到日线级别切换到日线级别，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上方的目标点位可能的目标点位。如果这个点位发生突破了我们还可以继续出日熬。如果发生了回落15分钟，再把这个时间级别切换到15分钟级别切换到15分钟级别，我们看到下穿了赶紧就减仓。因为这种行情当前熊市的行情往往都是非常短暂的，伴随各种的假突破你只有抓住真突破行情才能赚大钱。如果它是假突破行情呢，你要及时的找到止盈的位置，脱离把这个利润呢保留在自己挎兜里所以呢，这个分析和介入还有止盈止损的这个怎样设定是一个科学的东西但是这个科学的东西你只要掌握一种方法就可以，不要所有的方法都掌握你可以就用这个均线的方法，非常简单非常实用，不断切换均线你就能找到止盈止损的位置，就能合理的进行布局。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了解到并且清楚了这些知识之后你要真正的用在行情里面真正的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到自己的身体里，然后用到行情里面，才能够在行情里面赚到短波这些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感谢大家，再见。